之前我分享过很多期有关于髋内旋改善和调整的训练方法，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倾向于相对柔和的一种训练方法。这些训练更多的适用于我们训练的前期或者运动康复的前期。然而，当我们的髋内旋已经得到了一些改善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就要关注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我们的运动场景中的应用了。那么今天这个练习就是当我们进行了一些初期的髋内旋改善训练之后，如何更好的运用到我们的动态当中。尤其是我们有些同学喜欢做一些重心下降或者变向的体育运动的时候，那么更需要我们在动态中能够很好的去切换我们的髋内旋或者髋外旋。好，在分享这个练习之前，我们要分享一个知识。看过我以前笔记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当我们在髋区0到60度的时候，我们的股骨是相对处于一个外旋的状态的。然而，当我们从60度到10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是处于一个内旋状态的，这属于我们关节的自然律动。那么今天这个训练就是让我们在动态中快速的从髋外旋自如的切换到髋内旋的一个训练模式，相信对于我们喜欢运动的一些同学会有很实际的帮助意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动作。好，我们首先来到弓步，然后把我们要训练侧的腿放在前方，微微的屈髋，此时我们的髋关节就处在了一个外旋位上，然后对侧的手臂拎一个壶铃，后侧的脚掌蹬地，把我们的重心往前移，让我们的前侧的小腿垂直于地面，左手扶髋，然后我们松掉壶铃，屈髋屈膝，在髋屈90度的时候，快速抓住壶铃即可。好，松手，抓住，松手，抓住。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尽量要保持躯干的稳定，在下的过程中不要出现躯干的歪斜或者脊柱的屈曲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做10到15个每组，2到3组即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本身是髋内旋受限的，也练习了之前我们分享的一些髋内旋的训练，可能你的髋内旋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那么你就可以结合今天的训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能够更好的找到在动态环境下髋内旋和髋外旋的自如切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说的还原于生活。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